我们都领证快1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等到我们的婚礼，我非常的难过。当时领证也是为了买房子的事，而且现在我们确实也没有积蓄来办婚礼，这些他都不听。我其实在意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之前很多事情让我一再退让，但是却换不回他的理解。我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我很难违背家里的意思，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攒点钱再说。我觉得我远嫁过来也是有压力的，我们现在结了婚跟没结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多事我还是希望可以慢慢来，也希望得到他的理解。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齐贤儿27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王女士25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我这个只能用这对嘉宾来形容，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界定你们的关系，要不然你们自己界定界定。夫妻吧？是吗？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已经扯了这儿了，但是还没有办酒。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到底什么是夫妻？有些人认法律意义是吧？我就觉得我说我啊，我就觉得领了证了就是夫妻了，对不对？对，对不对？对，领了证了你就是我的人，往哪儿跑？但是女性可不是哦，有些女孩子说，我只领了证了，但是我还没办婚礼呢，没办婚礼之前，我想象的婚前那套程序没走完之前，我们就不算夫妻，对吧？对，事儿不大，但是好像对情感的伤害还是有一些的。咱从哪儿开始说吧？因为我们俩是网恋认识的，然后当时我大四还没毕业，我们异地了1年之后，等我毕业了，他喊我来成都，然后我们过来成都，去年领了证，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其他的流程了。异地，你在哪儿？他在哪儿？我在信阳，他在北京。你是在北京读书啊，还是在北京工作呀？在北京工作。然后去哪儿了？他喊我一块儿去的成都。你工因为作调动我老家是四川的啊，然后可能四川成都是省会城市嘛，想着以后定居生活的比较方便，所以说就让他来成都，我们一起在成都发展。是调动？调动。到了成都之后，两个人就结婚了。没有，在成都待了1年左右，租房嘛。年轻人租房不是很正常吗？但是结婚的话，肯定要有个房子，有个家嘛。那有房子了吗？去年买了。我们矛盾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那边要求新小区要新房子，要电梯房，但是我们家条件可能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但是当时说买房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要多少的新房呀，我就说其实不是特别老的房子，是个电梯房就可以的嘛。然后他们出个首付，我们俩一块还贷款也可以的嘛。但是他们家里爷爷的话就是非要我们买一个老小区的房子，然后我家人过来也看过，就是感觉小区啊房子啊就是真的有点太老了。如果说买一个把拿去全款的房子拿去付首付，但我们两个又刚工作没有多久，就两个人压力会很大，然后我家里也比较保守。所以这里面我听到了2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爷爷，怎么你家是爷爷做主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就是我爷爷从小把我拉扯大的。买现在的这个房子，爷爷是能付全款的，对吧？如果买女方要求的电梯洋房，那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贷款。对，很多。所以在买房子的问题上，你是不开心的。是不开心的。但是你接受了。对。好。因为毕竟人家出钱嘛，也只后来呢？能接受。这个房子肯定是作为我们的婚房嘛。然后我就说婚房肯定要装修的嘛，他家里就不太愿意让装修。是不愿意还是没钱？没钱。那没钱嘛？没钱怎么办？没钱。那作为婚房也不能说烂成那么个样子，怎么住嘛？那女方家里能拿点钱装修吗？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俩扯了这儿买房，包括现在哈，任何的流程，提亲啊、彩礼啊，什么都没有，他们家里人也没有去我们家。那你为啥嫁了？就因为买房子的事情嘛。成都那边必须有证儿才可以写2个人的名字。谁要求写2个人的名字啊？我们这边。啊，那我理解了。领证是因为买房要写共同的名字，对，所以领了。对。领完证以后要补齐这些手续，对，提亲、彩礼全套是吗？对。现在这个事儿就卡在这儿了。对，因为买了房子，我们家的就是
不光是把所有的积蓄用完了，然后呢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在这个时候，他马上又要求彩礼，要求去办婚礼，可能压力就很大。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向家里开这个口。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领证快1年了呀，完全没有往下面走流程的意思啊。但你只考虑走流程，没有考虑过我家这个实际条件，这不是张口就能走的这个。那要多久啊？等5年吗？家里面现在还有什么亲人？父亲走得早，妈妈呢？妈妈还在，但是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妈妈需要照顾我妹妹。妈妈一直没改嫁。现在改嫁了，但是我妈妈的工资很低，然后实际上帮不了我们什么。她的这些情况你了解吗？知道。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嫁给他？因为当时没考虑到后面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感情有了这些东西，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补得齐啊。未来是多久啊？有态度吗？一辈子呀。一辈子用来补一个婚礼啊？那我等到多久啊？可能是他们不是没家觉得有婚礼不也可以结婚吗？不体面在我们这儿了办一个婚礼，礼成，这也算是个婚礼啊。你要什么样的婚礼？至少双方亲朋好友啊，个个都要请的嘛。你不办婚礼，别人怎么知道哦你结婚了呀？你爱他吗？我爱他呀，我不爱他我会嫁给他吗？我觉得你不爱他，那你觉得他爱我吗？我觉得他挺爱你的。他爱我的话，他连这个流程都不愿意走吗？这走是正常的流程呀。现在就是我们聊点现实的吧。我发现这天儿没法聊，是不是你们俩现在就这个现状？对，聊不下去了，逢聊必打，对吧？对，来，我认真的，我们沟通一下。您这套流程全走下来，您估计没有大概需要多少钱？我没有算过。您算一下。我去办去，我去借去啊。那这不就是一个敷衍的态度吗？不敷衍啊，您就告诉我要多少钱啊，我这还敷衍？那您要我干嘛？你这就是站在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你站在女生的角度。我现在就站在女生的角度啊。我要提亲，我要彩礼。男生总该问了吧？那您看多少钱彩礼合适啊？你也知道我家庭条件，我再去接多少钱？你觉得彩礼合适？您给我个数，我去整。对呀，这个态度都没有啊。您先回答我的问题啊，我好准备啊。我们家那边彩礼又不高啊，不高是多少？都正常，6.6万。行，我记下来了。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程序？您家那边的事儿我不清楚吗？对不对？其他的就是一个办婚礼嘛。咱是只在成都办呀，还是要回信阳去办呀？两边肯定都要办的嘛，这么远。两边都要办。在信阳大概咱们办多少桌呀？那个是我家出钱。那咱在成都要办多少桌呀？那是他家考虑的问题。我家没亲戚，我家没亲戚，一桌就够，行不行？当然不行。你这是难为他，我告诉你为什么。爷爷从小带大的，这些社会上所谓现在的婚俗这些事儿，他真的不了解。他不是主观故意的，对吧？对，确实有客观困难，他不是主观故意的，这个是确实他做的不好。他要像我这么细问，是不是？对呀，心里舒服点啊，有个态度。那如果我这态度特别好的话，咱这事儿就能过去了吗？还是说必须还得有个结果？肯定要有结果。我大概刚才估算了一下，女方现在如果说要求高呢，真的不高。成都你按3000块钱一桌嘛，咱不在成都办，在哪儿办？在他老家。老家是广安的。行，咱按2000块钱一桌能办下来吗？差不多。2000块钱一桌，咱10桌2万，这是6.6万加2万是8.6万，就再有10万块钱，女生想要的这套流程就都有了，是这意思吧？兄弟有吗？我现在不是说不给他办，我一直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稍微延后一点，因为说我们现在2个人，因为他也刚换了工作，我们家里没有任何存款，然后这个钱呢需要100%家里全掏，但是呢我们买了房子，爷爷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就都已经在借了，都很多就欠了外债了。虽然说他现在有退休工资，我们家爷爷开了个5金店，他平时也能稍微赚一点儿。但是这个需要时间的去积累，不能说马上就能掏出这么多钱来。还有我感觉他完全不考虑我们家，就是我爷爷他们的艰辛。因为说我爷爷我从小看到他挣钱嘛，我知道不容易。然后他夏天的时候，一个粮仓10几公里，他需要走着路顶着太阳去送，所以说我真的不好意思再为他开口了。我理解。哎，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他想办婚礼，想这些是为了什么？女生可能对仪式比较
看重。不是，你觉得就他仅仅就是要一个仪式吗？我感觉吧，还想要个承诺吧。这个承诺呢，需要这个仪式来达成。就是在仪式上让很多人见证，是吧？对。还想要什么？就对你来说，那个婚礼到底承载了什么？我觉得女生心里可能婚礼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没有婚礼就等于没有结婚。你是还是想让别人看到幸福，是吧？对。哦，行了，那怎么办呢？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希望他能理解我这边的压力，希望时间往后面再推一推。推多久？就是我们两个至少要稳定，有一定的积蓄，就不能说全让家里再出这个钱。那你说个时间，几年？我觉得至少要1年以后。1年以后就有存款了吗？你要存多少钱呢？至少是把办酒席的钱存上吧。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努力。我是跟你在一起存钱啊，我挣的不比你少啊。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积蓄啊，月光族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装修贷，每个月有贷款要还。贷款装修的。对。好。因为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婚房来说，你至少要简单的装一下嘛。不能说一个老房子里边什么都没有，柜子啥都是烂的。装修花了多少钱？18万左右。这房子买的花了多少钱？80万。你有80多万的那个现金的话，当时贷款买一套房子，事儿全办了。是他爷爷很固执，他不让我们贷款。人家爷爷是出钱的嘛。对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发表意见，只能听人家的。所以你们俩这整件事情，就是你说的这句话就到根儿上了。我们俩无法发表意见，只能听人家的。对，因为在结婚这桩子事情里，你先生是啃老的。现在你提出的所有要求，是要求他继续再啃一口。他说我啃不了了，下不了嘴了，冲突不就在这儿吗？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往后退一下。现在我们把房子就卖了，这钱还给爷爷，还了债了。您觉得这个你们还算夫妻吗？算啊。OK 啊，那咋过？2人一起努力呗。结束啊，多好啊！但是这些都是他事先承诺好的。不是啊，人生总有变化呀。现在家里就需要钱了，就牵扯到房子要卖了，怎么办？后续发生这些事情都可以接受。就从现在开始都可以接受是吧？对。去回家卖房去，然后那些钱爷爷该还债的还债。爷爷今年高寿？快80了。那你赶紧卖房子，把这钱放在那儿，不能动啊！这老人的救命钱呀，确实需要啊！我现在问你就问这个吗？确实需要，可以。不是今天我想卖房，明天这个房子就能卖的，你能懂吗？我知道。所以姑娘，我想说的这一切，如果因为我感觉他不是为了图这孩子的财，你要真图财你也不这样，对不对？但是你这么一做，你的情绪，你的表达。让人觉得好像这姑娘是图财。我知道你内心委屈得很，搁谁不委屈？我图你了吗？没图。买了个房，你主动要写我的名字，给我弄了那么个破房子，我还看不上。结果你还跟我说这是你们家的所有了。领结婚证1年了，你拖到现在不给我一个婚礼，你让我怎么回老家，怎么见人？我父母见到亲戚朋友怎么说？是不是？但是我并没有说不给他，我只是往后面推1年，就这1年时间。咋推呀？你这1年人家就问了吗？1年你能攒个10万吗？但是我至少自己能付一部分呀，这总比让家里全掏，我是真的开不了。所以你也是轴啊，你要考虑他呀，你不能光考虑你呀，彼此考虑再想办法呀。现在你们俩的问题就是，你不愿意听他，你甚至不觉得他委屈了。你也不想听他那点破苦，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背景的人，你就不该嫁。如果你想要那样的生活，你就不应该选择这么一个男人。既然你爱上他，并决定跟他在一起，他是什么条件你就接受了。换而言之，咱什么条件办什么事儿。你想象中的婚礼可能就是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可能不能马上兑现，就是需要长期的等待，也许等得来，也许等不来。画饼都不愿意画一个。我还是那句话，妮儿，人是你自己选的。我知道姑娘气在哪儿，领了结婚证一切就变了。后悔领证吗？不后悔。那你要啥？速办婚礼是吧？不是速办，是连个态度都没有。你到底是要态度还是要婚礼？你是要现实的还是要态度？我当然想2个都要。行吧，
你们看看怎么帮这姑娘吧。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网恋奔现成功，但你们的结婚证恕我直言，领得有点匆忙。对。不过这也是你们2个人自己的选择。我同意赵传老师的观点，这位女生绝对不是拜金女。同时，你看中的是这个男人。你们2个人如果能够彼此心疼对方，我想一切都释然。男生的情况真的不同。年迈的爷爷，他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掏出来，而且还去举债。你能说他们家没尽心、没尽力吗？已经尽了全力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只能劝女生心疼一下他的成长不容易。这80万已经让这一个大男人这里已经落泪2次。他落泪的不是无助你们的婚姻，而是一种真正的愧疚。所以我劝你，如果真的信任他，就信任他，好吗？谢谢波红兄。于老师，我觉得2个人最大的问题，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也不是仪式不仪式的问题。你们缺的已经是没有关注对方的那颗心了，都是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来保护自己。你也说实话吧，小伙子，你在拖延，你在观望，你在犹豫这场婚姻还要不要进行下去。说实话就好了，别让人在猜闷儿，就把一个女人变成了女魔头。人家一开始也知道你那点背景，那不也跟你了吗？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逼得那么紧了呢？因为从哪里什么也都得不到的时候，他只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拿这个来说事儿了。所以你要理解。当然，女方呢，这里面我觉得你个性上要求有些高了，你不是拜金，那点钱真的不高，但是你个性上咄咄逼人，姑娘，恕我直言。为啥？如果你跟他生气，我们能理解，但是刚才主持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居然把这个活怼到主持人那里去了，那就把你的性格给暴露了，说明你的性格就这样，挑剔，包容心不够，理解心不够，然后能够让你们反省一下，各自退让一下。我希望你们好，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节奏走，没戏。谢谢于老师。山大老师，爱情不能当饭吃，是吧？当时爱的死去活来的时候，俩人从2个地方相约成都，然后等面对到有这样的心理的原因，就是你觉得你倾其所有，我一个女孩子为了你什么都不要，我来到成都，我就为了你，这就是远嫁当中。想未来，如果你们带着这样的怨恨继续生活下去的话，这段婚姻一定会以非常不好的面目收场。那不如现在就此打住吧。谢谢。谢谢山大老师。米娜老师，我不赞同哈，我认为你们过得下去，婚礼真的那么重要啊？没有。你现在最难过的事情是我到了成都，我跟你一起结了婚，我听你的，但日子好差呀。我自己在成都，亲友都不在身边，我的婚姻就是这已经被装修完了的老破小。有的时候看一看，觉得可能还没有像样子的婚纱照，还没有
办仪式，然后我的人生啊，你也并不是不知道他爱你，你也并不是像我觉得不像莎娜老师说的那样，觉得他想逃想跑。一个想逃想跑的小伙子是断然不会在结婚的时候把你的名字写在爷爷的那一个棺材本上、那个房本上的。男人有时候很傻，他认为我用一次英雄壮举就已经证明了我对你的情谊。他不懂，女人是要在日常琐事里反复的被证明你爱我。你在房本上写了我的名字，你爱我，真棒，你是我的英雄。今天你多跑了2次楼上楼下倒垃圾，真棒，你是我的大英雄。有意思吧？女人打分从不会因为你房本这个值80万，倒垃圾只是80卡路里都不到，而认为房本比这个厉害。她现在觉得的就是你的确为我做过一次壮举，但日常生活里头我要的你的爱呢？我要的你的那些关注呢？我要你再为我咬咬牙，有的时候哪怕你再尝试做一次壮举吧，你也许只是表个态，我都会拉住你说不，咱不能这样干。这就是他总重复的，你就不能画个饼吗？你就不能画个饼吗？日常生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的，但是你们因为老是执拗在婚礼不婚礼这件事情上，导致可能原本可以感受到的幸福小细节，两个人感受不到了，两个人都忙着互相怼和互相失望，哪有那么糟？日子本来就是你们随便换一个角度，不挺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一切都很好，然后好好过下去，别离婚，在一起不容易，加油！谢谢米娜老师啊。其实挺替他们难受，姑娘是个好姑娘，在这样一个年代，能够什么不图，我就领结婚证，好。小伙子呢，好小伙子，我承诺了我做，我实在做不到了，我不会再去到家里去压榨，做到这一步也还可以。但是是不是两个好人就能够在一起？是不是两个孤独的心抱在一起就可以过上红火的日子？咱不知道。今天在这儿就把这事说开了，就特简单。接不接受？接受就嫁，好好过日子。什么时候他觉得条件成熟，该补婚礼补婚礼，该怎么着怎么着。接受就是这样，你选的男人，不接受你翻身就走，你不要跟他废话啰嗦。未来的事儿多了去了，那婚礼算什么事儿啊？爷爷的身体，80岁的老人，为什么从北京回老家？老家是有羁绊的，羁绊的是谁？除了爷爷，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亲戚？还有家人，是不是还有责任？对，该负的多了去了，认不认？什么婚礼？你别说没条件办婚礼，你未来日子怎么过？你们俩且掐呢，你认不认这男人？你认，你今天就认。认就开开心心，像你们相爱之初的那样去过日子，把自己的日子过红火起来。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以后会注意你的在乎的细节，因为说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件事儿就做得很，就自己感觉自己很英雄，就没问题了，就你这儿就心就放下来了，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是呢，我也希望他能够对我更加耐心一些、温柔一些，因为我从小生在一个比较缺爱的家庭，我对负面情绪，或者说对那种谴责或者说强迫我这种事儿，我很敏感。我就希望他能多一些温柔，多一些耐心。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过来抱一下嘛。过来抱一下。站着别动。咋了？我们这儿规矩就是不能动啊。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哎，这女孩最后那个多有力量啊！过来抱抱。他们两个人是分不开的，否则今天不会来到爱情保育站。今天来这里，我认为一切他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场合，把自己的内心的话说出来。行，小雨老师怎么看？不看好，因为最终追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如果人对了，事儿就对了；人不对，事儿就不对。所以表面上今天在主持人大家努力一下，这个事儿算和了。但如果人不思进取，
不完善、不修身养性，未来还会有新的问题，那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是我要担心的。来，莎娜老师，我也是不看好。我倒不是说他们两个人，我是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处理这些事情的智慧。现在教会了他们，但是未来人生路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着他们。所以以他们两个人这个能力和智慧，这段路太难走了。米娜老师，我还是看好的。年轻人们摔摔打打的成长，有一些挫折，只要不轻言放弃，就有机会。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吧，咱们就把四川那一套都办了。主婚你觉得是莎娜老师合适，还是米娜老师合适，还是于老师合适？您找一个。米娜老师。来，主婚过来，主婚，证婚的来，你们俩是随礼的啊，份子钱呢？准备好份子钱。没问题，我们两个随礼。来，开播13年，今天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现场，为对年轻的朋友举行一个非常简短的婚礼的仪式，不为别的，只为我们愿意他们好好相爱，我们愿意他们克服困难，找到幸福和前进的方向。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重任就交给了新唐米娜老师和莎娜老师，他们一个作为主婚人，一个作为证婚人，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年轻小夫妻此刻的幸福。来吧，米娜老师，请讲话啊！作为主婚人，我是第一次，就像这一对新人站在这里办自己的婚礼是第一次一样。我们人生里头永远都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前面的一些样本让我们试错，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即使生疏，即使对于未来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也在有的时候不要拿出劲儿去推开，而是拿出劲儿握着他的手，跟他讲没关系，我们再试一下。也许以后我还会为其他人主婚，但我希望你们的婚礼，这个永远你是他的新郎，他是你的新娘，百年好合。好，谢谢。来，莎娜老师啊，做证婚人我也是第一次，虽然没有婚纱，虽然没有钻戒，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在我们所有人以及所有观众的见证下是最幸福的。虽然你们现在有很多的坎坷，可能心中还有未解的心结，但是对你们来说，你们现在在一起，比曾经的异地不是要幸福太多了吗？对，你们不就是奔赴彼此，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是比在一起更重要的。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你们只要记着我们的初心，我们是为了在一起，那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另外，我们两个人作为观礼的，也送给你们一句祝福，祝福你们子燕双飞，白头偕老，卵凤和鸣，永结同心。您是参加了多少的婚礼啊？这是有经验的。来，这是于老师有经验啊，小于老师，这个仪式感够大吧？其实越大的仪式感，就越意味着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承诺，就是希望你们用心去承诺，好好过日子，幸福就在面前。你们都没说中国人最想说的，我就最想说这个。早生贵子。对呀，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横批：早生贵子。好，早生贵子。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给你们俩留一点沉淀的时间，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新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婚礼会有的，钻戒也会有的。在未来的1年里，我会努力工作，我要凭自己的努力来给你这个完美的婚礼和大大的钻戒。